1924年9月，福建泉州发现了一桩奇闻：泉州开元寺的桑树上开出了白莲花，而桃树开出了红莲花。这个消息立即引起轰动，泉州百姓闻讯赶来，争相目睹奇观。在元婴大师年谱的第一部分的后面附有一张照片，元婴举起右手，以食指指向开出红莲的桃树。照片上的一行字说明：民国甲子9月，重兴泉州大开元寺，桃开红莲映瑞，摄影纪念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民国高僧元婴的故事。近代高僧元婴是福建莆田县人，俗姓吴，名亨春。他的母亲缺世，一生礼佛，常在观音像前诵经祝祷，即使在怀孕期间也不间断。有一天，她梦到观音菩萨抱着一个婴儿送给了她，缺世醒后喜悦万分，和丈夫吴元云说起了这个奇梦，一家人大受鼓舞。尽管他们家世清寒，仍然力所能及地慷慨助人。大清光绪4年，缺世足业之后，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元婴5、6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了，叔父把他抚养成人。元婴自幼聪颖，天资过人，他有感身世孤零，人生如幻，想要出家为僧，但是叔父不许他出家。19岁那年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在病中发愿，如果能够痊愈，一定出家修行。大病痊愈之后，他剃度出家，在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，任劳任怨，不以为苦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元婴法师因精通三藏，名震一时，国内外都争相邀请他去弘法。根据元婴大师年谱记载，1923年2月，转道和尚请元婴到新加坡弘法，期间谈到泉州开元寺，这是福建的一座千年古寺。由于年久失修，元婴和转道转悟2位僧人发愿重修，并创办开元慈儿院。由此，元婴和开元寺开始了不解之缘。说起开元寺，在史上很传奇。唐朝垂拱2年2月，泉州有位巨富叫黄守公。有一天，他梦到了一位僧人，恳请他施舍桑园兴建寺院。在梦里，黄守公就说了：等到桑树能开出白莲花，我就舍给你做寺院。僧人微微一笑，当场向他道谢。黄守公梦醒后，忽然看见一位千手观音菩萨向天空飞去，心中暗自诧异惊叹。第二天，匡护禅师来向黄守公化缘，并询问是否可以施舍桑园作为寺院。黄守公很惊讶，真有人来问他祈要桑园，于是就把梦里的话又说了一遍：等到桑树能开出白莲花，我才舍给你做寺院。匡护禅师说：好。过了3天，桑树竟真的开出了白莲花。黄守公有感于禅师的道行，信守承诺，将桑园送给了匡护，帮助他兴建寺院。匡护禅师成为开元寺的开山之祖，而开出白莲的那棵桑树终育灵秀，历久不朽，一直到了民国时期，经过了上千年的风雨，仍旧存在。不过在上千年的岁月中，开元寺久经世事风云，朝代变迁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寺院因为年久失修，有些殿堂、寺塔倒塌，亟待修缮。民国高僧元婴和转道转悟等僧人打算重修开元寺。由于工程巨大，所费不菲，几位僧人四处化缘，找人洽谈，最终修缮开元寺的费用全都有了着落。1924年9月，元婴、转道、转悟3个人
进入福建泉州寺3天之后，就出现了影片一开始的那一幕。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，高僧虚云住持云栖寺期间，殿前那棵干枯的梅树开出了几十朵的白莲，而且寺中的菜园子所有的青菜都绽放出青莲。高僧修行有素，百姓还有善根，感得莲花现瑞，勉励红尘中的凡夫俗子行善不怠。元婴住持开元寺，还创办了开元慈儿院，收养了很多的孤儿。到了1934年，慈儿院收容了140名的孤儿。为了照顾这些孩子，元婴多次亲赴南洋，为开元慈儿院募捐。诗人评价，元婴先生所办孤儿院，不是求名，专为立生，一代功成，即行身退。元婴晚年寓居上海，因为他是福建人，说国语的时候带有很浓的口音。不过每次他登坛讲论，深入浅出的讲解很有智慧，每次都能让听众听得明白，喜悦而归。1947年，上海举行佛诞庆典，僧俗大众共襄盛举，包括一些算命大师也去参加。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，一辈子虽然给人看相算命，但能够参加佛诞盛典，随之礼佛，也是和佛门有缘。从当时的时局看，蒋介石领导的国府已经结束了8年抗日战争，国家正在重建，但没料到共产党趁着蒋介石全力抗日之时，趁机扩张势力，祸乱中华。为了剿除共党之患，蒋介石出兵围剿，和共党打得难解难分。从表面形势看，国军占有优势，华北各省以及交通干线都在国军的掌控之中。因此在佛诞日上，一些人闲聊，就聊到了当前的时局，有的说国府会胜，有的说共产党会得势，一时之间众说纷纭。有人就提议说，元婴大师有预言能力，我们还是请大师指点一二吧。那年元婴近70岁，看上去精神矍铄，就像50多岁的人一样。当时正在静静的禅坐，几个人蜂拥到元婴面前，向他请教：老法师，共产党会不会打到上海来？元婴睁开眼说：国家大事，我们出家人不应随便去说，我们只说和佛门有关的事。大家一听，面面相觑，顿时场面静得出奇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元婴睁开双眼：各位对佛门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一位算命先生脑子转得极快，当即问道：大师，其实我们是想知道，日后如果共产党得势，会对佛门有什么影响啊？必会势不两立。共产党是唯物无神，而我们是信佛修行。接着老法师沉重地说道：不久之后，我们佛门将要遭到空前大劫难，不过只是佛教徒受难，佛法本身不会消失。老法师，你自己会看得见这局面吗？在场的人们问道。元婴说：见得到，贫僧身为佛弟子，也会蒙此劫难。他预言自己到了75岁就会圆寂。大家听了很吃惊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为什么一代大德高僧也会蒙此劫难呢？元婴看看大家说：这当然是国运的气数，天象之变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不久之后，中国人大多都要遭难的。我们中国的和尚就要变成日本的野和尚了，有的吃荤喝酒，有的讨亲娶妻。哎，真是浩劫啊！由于法师提到了日本，让人们想起了8年抗战。抗战8年，最后都能获胜，何况国军跟共产党作战，依照过去的形势看，也不至于在几年之内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吧。
众人不敢直接问国师，只好绕着弯说：“老法师，我们看你的精神和体力，活到100年也是很平常的。”其中的一位先生就举了一个例子：虚云老和尚现在差不多100岁了吧，他还健在呢。但元婴说：“国家有气数，人也有寿数。虚云老法师的寿数比我要长，虽然虚云法师比我年长得多，可能比我要更晚几年才圆寂。”说到这儿，元婴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这虽然是福气，但他在这次劫难中恐怕比我要更加艰难。如果是在太平盛世，如果能够长寿，那是有福之人；如果在杂乱的无道乱世，长寿便是苦命的结束啊。”人群中有一个人好奇地问：“老法师，佛家也相信命运吗？”元婴肯定地说：“相信，这是我前生注定的事。”有人又问了：“老法师，你说的自己的大寿是根据命理算出来的，还是凭着修行的大智慧看见的呢？”元婴微微一笑说：“我是根据自己的命数算出来的，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智慧，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”众人来了兴致，就请老法师详细的说一说。元婴德行很高，但说话谦和。据他所说，早年出尘和尚教过他一些命理，但他没有功夫深入研究，只是知道一点。他根据自己的出生时辰算出来要在75岁圆寂。元婴说自己无法渡过难关，上海也会遭逢大劫难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没几年上海就恢复为繁华的都市，聚集了很多的中外富商。人们不太相信上海会遭到什么劫难，就问了：“老法师，这苦难什么时候会降临上海呢？”元婴肯定说：“我72岁那年。”接下来的预言更是惊人，从那一年开始，在3-5年之内会有大灾难，上海要死很多人，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在国共内战中，国军失利，蒋介石带领国府迁到了台湾。中共于1949年夺权后，为了抢夺资本家的财富，进行了所谓的3反5反运动，很多无辜的中国人死于非命。上海有很多的富商跳楼自尽。这场共产暴力运动，正如元婴所说的是人祸。元婴遭受了很多的折磨后，在1953年75岁的时候圆寂。而高僧虚云遭到的劫难又是什么呢？1952年，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时候，中共派人出席。会上有人提出，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，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，僧取尼价，饮酒食肉也都应该自由，谁也不能管。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面临消亡的危险，因而挺身抗辩，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的服饰，却被诬陷为反革命，惨遭毒打。虚云法师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肋骨折断。当时他已经112岁了，中共军警仍然没有放过他。高僧虚云晚年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，于1959年圆寂。这一切都如元婴生前预言的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评论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